几万年前的地球究竟是一片荒土，还是这个样子的？2024年2月，贵州省黔西南等地陆续出现山火，虽然火势很快得到了控制，并最终被彻底扑灭，但有网友后来通过卫星照片观察过火山体受损状况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了，在已经被大火烧得黢黑的枯木断枝的下面，竟赫然出现了金字塔，而且还不止一座。一时间，网络上各种猜测不断出现。而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其实在地球另一边的波黑似乎也存在着这样一片金字塔群，而关于它的争论至今也仍在延续。欢迎进入睡前故事，我是老雷。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些形似一座座金字塔形的山包，或者说是这一个个形似山包的金字塔形物体和它们背后的故事。前面说到的这些在大火后突然出现的所谓金字塔呢，在贵州的安龙县，而照片里的这两座和埃及吉萨的两座金字塔也确实神似，特别是位于北纬25度11分、东经105度44分的这一座，不仅是标准的长方锥形，而且底座长方形的4条边从地图上看，似乎还是按照正东、正西、正南、正北的朝向来安排的。从山的侧边来看，它们有非常平整的石头垒起来的痕迹，这些迹象不得不令人高度怀疑，这些山包疑似是人造建筑。于是网友们讨论的热火朝天，有人说它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字塔，甚至还可能是埃及金字塔的范本。也有人猜测它们有可能是古代的大型陵墓，是墓室上面的封土。还有网友猜测它们甚至可能是外星人的基地，因为贵州这个地方时不时的就有 UFO 出没，比如1994年发生的贵州空中怪车事件。那在贵州安龙出现的这些疑似金字塔，真的就是我们传统认知上的那种金字塔吗？这个呢，我们放在后面再讲。因为就在大家七嘴八舌的猜测这些疑似金字塔众多的可能性的时候，有网友发现其实在地球另一边的波黑也存在着这样一组和安龙金字塔高度相似的金字塔群，并且早已经开始挖掘。开始呢，人们也以为那只是一个酷似人工建筑的自然地貌，结果深入研究后发现，它还真的有可能就是个人工建筑。奥斯马纳基奇是波斯尼亚人，我们接下来呢就称他为大奥。大奥在1992年波黑战争爆发之后，就移民去了美国休斯顿，并很快兑现了自己的商业天赋，成为了一位颇为成功的商人。经商之余，大奥还有个业余爱好，就是考古，而且还尤其喜欢研究全球的金字塔。2005年，大奥回了一趟家乡波斯尼亚探亲，正是这一趟省亲之旅，没想到就有了惊人的发现。大奥的出生地在波斯尼亚维索科城附近，维索科城在中世纪是波斯尼亚的首府，现在仍然保留着许多中世纪的建筑遗址。有一天大奥准备拜访城外的一座叫维索奇卡的山，因为山顶有一座中世纪的古堡。那大奥从远处眺望维索奇卡山的时候，心里突然就咯噔了一下，因为从远处看，这座山非常像是南美洲的那种阶梯型的金字塔，而且是左看也像，右看也像。后来大奥发现，不仅是维索奇卡山，周围的这几座山呢，看起来也十分的蹊跷，看起来都像是人工建造的金字塔。于是大奥匆匆下了山，向当地的考古工作者打听，得知维索奇卡山山顶的古堡建于公元4世纪，是在罗马人的一个观察哨所之上建成的，而罗马人的这个观察哨所呢，又是建在一个更为古老的遗迹之上。这个关键信息呢，让大奥对自己的猜想，就是山体有可能是座金字塔的这个脑洞有了信心。于是呢，大奥就开始四处的筹集资金，准备挖掘这座金字塔形的山体。大奥的人脉很广，考古发掘项目很快就启动了。项目的名头呢也很响亮，叫做波斯尼亚金字塔发掘项目。后来大奥把维索奇卡山命名为太阳金字塔，它高大约220米，比埃及大金字塔现在137米的身高要高出一大截。太阳金字塔和埃及金字塔一样，底座的4条边完全符合地球的物理东南西北4个方向。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提到的贵州安龙金字塔山也符合这个特征。项目推进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奥又发现太阳金字塔还不是当地唯一的，它旁边还有2座金字塔形的山体，他又给这2座呢分别命名为月亮金字塔和龙金字塔。3座金字塔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彼此之间的距离都是2.2公里。后来大奥又定位了另外2个候选的金字塔形山体，分别叫做大地金字塔和爱之塔。看到这一组金字塔群大奥的脑洞可就更活泛了。他想，埃及金字塔的地下都是有地道和密室的，那么如果这些山体真的是史前金字塔，它们的下面会不会也有通道和密室呢？
大奥是个行动派，说干就干。于是他带领着团队在金字塔的附近四处寻找地下通道。还别说，还真的被他给找到了。大奥为自己发掘的隧道命名为拉夫内隧道。团队在隧道内发现了有机物、石笋和钟乳石。不过最惊人的发现还是这一项。2017年，大奥的团队在隧道内发现了古老的树叶化石，通过碳14测龄，大约是3万年前的。也就是说，这片树叶大约是3万年前被带进了地道。大奥一想到自己发现了一个大约3万年前的人造地下网络，就兴奋的直哆嗦。他迫不及待地向世界公布了自己的发现，但没想到的是，一场由学术界掀起的海啸正向他迎面砸来。欧美考古界异常愤怒，一些在考古圈有头有脸的元老级人物联名攻击大奥和他的那个太阳金字塔，说他们是伪科学，还批评他和团队的挖掘毁坏了真正的中世纪遗迹。这一下呢，可就把大奥给整懵了。他开始以为是大拿们认为自己发掘手法不够专业，破坏了古迹，于是他就热情地邀请大拿们自己来现场勘察。但是呢，没人理他。于是大奥又认为是大拿们信不过自己的鉴定水平，他又自掏腰包，想请大拿们自己来鉴定古迹。我出钱，你们来，这总可以了吧？但是呢，仍然没人理他。大奥的谦卑态度反而让大拿们更加愤怒。20多位欧洲考古圈有头有脸的权威联名呼吁波黑政府停止支持大奥继续挖掘。这下大奥才恍然大悟，学界大拿们之所以会猛烈地攻击自己，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自己动了别人的蛋糕了。如果在3万年前，人类就能够建造比埃及金字塔更加宏伟的金字塔，那岂不是说现在人类积累的那点什么考古学历史学的知识，不就一夜回到解放前了吗？那这些学界大拿们建立在这些知识体系之上的一系列研究，不就成了？所以你要砸别人的饭碗，断别人的财路，那就别怪别人跟你拼命了。在搞明白了自己被攻击的原因之后，大奥也开始了反击。他开始广泛邀请对自己态度还算温和的一些专家来参观，并且在后来还间接得到了50多位这样专家的背书。因为大伙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大奥的发现确实有料。比如在拉夫内隧道里找到了一块类似陶瓷质地的大石块，经过鉴定之后确认这是一种人造复合材料，而且构成隧道的材料有很多都是类似石英石的压电材料。这一点呢，和埃及大金字塔也一样。在隧道里发现的另外一块大石头上，则是留下了25个奇特的符号。大奥的团队里没有人能够破译，于是大奥邀请了全球多位研究古文字的专家合作破译。到了2023年，石头上的符号终于被破译了大部分，大意是门已经关闭，我们只能坚守或者征服，直到宇宙之门重新开启。于是大奥得出了自己的脑洞，在距今3万多年以前，一些人在地下通道这一层用巨石修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金字塔最早的构造。在距今5000到12000年之间的这段时间，一批技术先进的人类修建了金字塔，但后来他们离开了。在距今4500到5000年的时候，又有另一批人类发现了隧道，后来因为不明原因，他们把隧道用土给填埋了。在标出时间线之后不久，大奥团队呢又有了新的发现。考古团队在太阳金字塔的东北边线、月亮金字塔的西侧顶部和山脚都找到了巨石垒砌的构造。在月亮金字塔发现的巨石是切割好的砂岩，砂岩垒起来之后呢，它们之间的缝隙还用粘土填好了，做工非常精细。最惊人的发现呢，是在距离金字塔群4公里的地方找到的。这是一个类似于 U 字形的高地，上面散乱地堆砌着一堆巨石。团队用穿地雷达扫描成像以后，发现地下遍布着石阶和通道。研究呢进行到了这一步，大奥已经非常的肯定自己发现的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它就是史前人类或者是某一个高级智慧生灵的作品。那么建造这些金字塔的人，他们究竟是谁？2010年4月，克罗地亚物理学家米兹德拉克率领研究小组来到了波斯尼亚，他们和大奥的团队测量了金字塔周围的辐射能量，并在3个地方发现了异常。这3个地方分别是太阳金字塔顶端的中心位置、月亮金字塔顶部的中心位置和拉夫内隧道网络的一个侧通道。团队在这3个地方测到了频率为28千赫的超低频电磁波，电磁波的辐射半径只有4米，中心强，边缘很弱，而且只要离开这个范围，辐射就会立刻消失。
团队四处探测，期望能够找到电磁波的生源，但米斯德拉克吃惊地发现，山丘内部，也就是金字塔内部，并没有电磁能的变化，也没有测到电荷的增减。所以他推测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所观察到的电磁波是一种驻波。驻波呢，是指两个频率速度一样的电磁波对着传播，结果它们互相干涉，波峰波谷都不挪窝，所以无法传递能量，也就没有能量的损耗，就表现为停滞不动。不过在现实生活当中根本就不可能找到完美的驻波，因为总有各种原因能让能量损耗。但现在在波斯尼亚金字塔居然发现了。米斯德拉克认为，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金字塔它是某种能量发射装置，它通过某种脉冲电磁场来维持驻波的稳定，而且还可以把这种电磁波发射到几千公里的高空，而辐射的方向正对着仙女座星系。于是呢，大奥结合之前自己标出的时间线，又给出了新的理解。他认为在距今5000到12000年前的这段时间，来自仙女座方向的一个高级文明访问了地球，教导当时的人类在波斯尼亚修建了金字塔。他们离开之后呢，金字塔中的设备也一直在向仙女座方向发射着信息。这种通讯方式也许是宇宙中最普遍存在的互联网模式，只不过我们今天的人对于这种宇宙级别的 WiFi 信号还不知道是怎么运作的。当然，大奥的这番解读不出预料的又引来了各个名门正派们的一顿嘲讽，甚至就在一些开源的百科网站上，也把大奥和他的这些所谓的考古发现标注为波斯尼亚伪金字塔。但很多网友呢对这些辟谣却并不在意，他们表示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毕竟人家确确实实是挖到了东西了。这些专家都没去实地看看，就武断的全盘否定，这不就成了云辟谣了吗？我们再回到贵州安龙县的这些金字塔型的山体，它们又到底是不是史前建筑的遗留呢？先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的教授周秋文是第一个站出来辟谣的。他说：“打住，大家就不要胡思乱想了，贵州哪来的什么金字塔呀？其实这些山都是自然形成的山体，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造化，叫做喀斯特地貌。那周教授说的这些喀斯特地貌又是什么呢？它又被称为熔岩地貌，它是可溶于水的岩石，比如说石灰岩，经过了千万年的雨水冲刷，慢慢被溶解侵蚀以后形成的地貌。喀斯特地貌的地表特征就是千沟万壑，并且伴随着地下河、溶洞、石笋等等景观。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喀斯特地貌就更不陌生了。虽然它只占到了地球陆地总面积的大约15%，但是在中国呢比例却很高，占到了国土面积的大约1/3。而贵州的很多地形正是喀斯特地貌的典型代表。但是人们很奇怪，喀斯特地貌它应该是千沟万壑、坑坑洼洼的，可为什么安龙县金字塔的石头却被堆得一层一层整整齐齐的呢？周教授不慌不忙地说，安龙那个地方的岩石都叫白云岩，白云岩和石灰岩一样，都是溶于水的岩石，也是喀斯特地貌的常见岩石种类。周教授进一步说，贵州的白云岩大约有2亿多年的历史，属于地质上的三叠纪。当时的贵州还处于海底，白云岩呢就是溶解在海水里的矿物再次结晶以后形成的。由于某些气候和地质特征，岩石表现出来的就是明显分层的特点，所以你肉眼看起来就像是一层一层码起来的。根据周教授的说法，山体能够形成这些金字塔形的原因是因为贵州在成为陆地之后，白云岩在水的不断侵蚀下，顶部溶解的多，底部溶解的少，所以就形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底大顶小的情况。再加上地质力的作用，在山体的东南西北方位几乎完全对等，所以就形成了规规矩矩的金字塔形。咱们乍一看呢就误会了。至于说每一层岩石为什么看起来像一块块差不多的砖石被齐齐地砌成了一条线呢？周教授也是解释称，地质力加上水溶解侵蚀它们的作用，就是很规整的，等等等等。总之，周教授的万千解释汇聚成一句话，就是安龙县绝对没有什么所谓的人造金字塔，那只不过就是自然形成的一个个山包包。可是对于周教授的解释呢，和前面的波斯尼亚金字塔一样，也有很多网友并不买账。因为在鉴别人工和自然形成的地貌的时候，有一条经典原则叫做大自然不画直线。如果地貌的边缘轮廓越接近直线，那么它就越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比如张家界就是雕凿型的喀斯特地貌，桂林是圆润型的喀斯特地貌。对比贵州安龙的金字塔山呢，在外形上都有明显的区别。如果说白云岩在上百万年自然力的作用下被整齐的排列，形成了规则的金字塔型山体，以至于让我们误会为它就是金字塔，那这个解释呢，好像听起来确实比你直接说它们就是金字塔还要来得更加不可思议。
那么说了这么多，究竟大家对这些遍布世界各地的看似一座座金字塔形的山包，或者说是看似一个个山包的金字塔形物体，有着怎样独到的见解呢？欢迎留言区分享。那么今天的故事呢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